2月20日，国服云顶之弈合并更新15.5、15.6版本。这一期是更新内容解读，我将从阵容切入，分享我对各改动的看法。法师羁绊法强降低，思维因次要技能伤害削弱，勒弗兰强化普公主技能共享伤害全削弱，玩法不再毒瘤，甚至感觉以外交法这样曾经依赖8级2星乌鸦和一只妖姬强度的尴尬构筑，会慢慢消失在主流视野中。极客护盾值降低，艾克兰博伤害削弱，极客阵容依旧存在，且在良好运营加优质强化符文的基础上仍有上限，但可以很确切的下判断，除了羁绊追踪或者一些极端情况的顶级强化符文组合，连败极客的玩法风险将远高于收益。六仙之法力获取和治疗削弱，辛吉德提供的攻速降低，列娜塔蓝条增加次要伤害大砍，六仙之列娜塔削弱强度不再支持2家以上对冲，独家胡牌胡装备偶尔可以考虑。运营六仙之如果是大头 C 的话，前排选用比较尴尬，需要有转往黑莓先知方向靠，五转更多考虑黑莓4先知比较好。厄加特生命值蓝条技能效率全削弱，相关强化符文和神器削弱，别碰，除非你看到有人在新版本玩这个吃鸡了。执法官护盾增伤数值调整，斯特普治疗削弱，凯特琳攻击力和爆头伤害削弱，云顶没转最好别玩。六执法8人口不好上怪，船长蜘蛛安贝萨3张关键外援只能3选2，而且很吃是不是能抽到2星位。现在连同体系过渡卡和斯特普和上线卡女警的削弱，更不像是一般对局里会出现的阵容了。铲的话应该强度没什么变化，居神羁绊机制改为基础增幅加梯度增幅，辛吉德提供的攻速削弱，居神羁绊调整对泽利来说不好说是不是削弱，可以确定的是2居神的打坦能力加强了，但是如果技能建设距离超过5格，那从居神获取的增伤是比以前低的，辛吉德的削弱是切实影响到泽利了。挂件雷欧娜的改动无关痛痒。六海克斯机械双抗削弱伤害增强，四海克斯机械没变，相较于海克斯最强的版本，六海克斯机械削弱了29双抗，增强了100伤害，总体小肖回归到能玩的强度。炼金男爵转职移除，取消7级羁绊，数值层级调整，完美装备效果大砍，传统炼金已死，依托完美装备强度的高层炼金玩法风险远大于收益，500级以上的玩法仅存在订阅服务拿希尔科或前期保血3阶段嫖到希尔科开出5炼金转连败等情况的理论实现可能。现在的炼金被断连败的风险变高，哪怕是3炼金天胡开局，在第一轮选秀前嫖到忍尼希尔科开出4炼金，3-25人口嫖到希尔科，4-17人口嫖到塞维卡的情况，完全不被断的11连败层数为500，也就是说但凡不比上述的情况胡，都很难靠纯连败开出500层。现在的炼金需要一个3星史密奇托底，400层已经算高级奖励了。完美装备里的毒苗毒素倾泻和烈性病毒，也继13.3那波大更之后被便利式削弱。但是我注意到，对于史密奇这种不依赖高层数的阵容，几乎没有受炼金奖励层级改动的影响，并且体系里的核心卡忍尼得到增强，统领护盾增强，蛇女机器人伤害提升，希尔科药瓶伤害加强，蒙多双抗增强。现在的蛇女或者机器应该属于一阶段爆出来就可以考虑用的程度。4. 统领希尔科 C 蒙多坦的玩法能摆上桌了，外交官生命值增加，安贝萨攻击力加强，德莱文攻速斧头伤害提升。总体来讲，老的外交系阵容活过来了。包括外交飞机带魏船长乌鸦外交双行 ，C 位的选择可以更多的关注体系内的卡了，比如你要玩外交法就多考虑纳美 C， 玩战士系的外交 Flex 可以投资安贝萨，举例外交迅机主养卡牌安贝萨、带位和执法摇摆，德莱文和2铁血征服者的加强，填补了一费没有人带物理装的空缺，利好物理系外交飞机和双行的成型。4. 迅机护盾增强，阿卡丽蓝条降低，我在上个版本比较喜欢的一套4迅机卡牌。体系内的重要副 C 阿卡丽加强，在一些对局里可以考虑尝试。注意它的专属海克斯之一由2生地在这个版本有削弱，家人法力缩减回调，搏击手治疗真伤增强，家人的法力值缩减如果被回调，那么老的赌卫奥莱仍然是部分天胡对局才会考虑的阵容，其他都是一些边角料加强，蒙多双抗增强，图奇试验品伤害加成提高，比较看好蒙多坦度调整的方向，即将部分坦度来源从治疗转化到抗性上来。老鼠的试验品伤害加成提高，叠加外部环境里极客的削弱，试验品老鼠在云顶或许可以尝试了。铲的老鼠一直都还可以。最后是一些普通改动，乏善可陈。